这是一台轮源驱动的喷气发动机，里面的叶片是悬浮的，这个玩意儿非常有意思。不是因为它会旋转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两个部件之间并没有接触，这两个部件的配合精度极高，它们的直径非常接近，但又不完全相同，这就形成了一道极其微小的缝隙，空气会被锁在两层壁面之间。当你转动它时，旋转会在四周形成动态气压，这是一种轮源驱动推进器，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中心轴的风扇。因为大部分风扇的噪音和效率损失都来自叶片尖端产生的涡流，这些涡流最终会变成稳流。而轮源驱动风扇的叶片是反向安装的，并且由于圆周运动的特性，叶片尖端的速度非常低。如果利用燃烧气体让风扇悬浮起来，同时驱动它旋转，就是一台轮源驱动的喷气发动机。悬浮的原理我们已经搞懂了，那怎么让它转起来呢？所以制作了一个原型机，使用压缩空气驱动。这些小喷嘴就是微型火箭喷口，空气从这里进入，形成压力枪，让风扇悬浮，再从这些微小喷嘴喷出。因为喷嘴很小，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火箭朝一个方向喷射，从而带动风扇旋转。这两个部件的直径几乎完全一致，如果精度不够，空气就会从缝隙漏掉，而不是从小喷嘴喷出。现在用的是压缩空气，最终目标是用燃烧的气体驱动这台喷气发动机。不过现在不行，树脂和亚克力遇到高温会直接变成燃料，所以需要一套金属版本。从网上定做了这两个精密零件，等待的时间刚好可以完成这个项目里非常关键的一部分——燃烧室。这个迷你露营炉的燃烧效果极好，但直接当做火箭发动机肯定不行。于是 3D 打印了一个转接头，把压缩空气接在进气口上加压，并在炉子上套了一根玻璃管，再用石墨做了一个临时喷口。燃气通过一个4毫米喷嘴喷出，通过四周4个7.5毫米的孔吸入空气，然后经过一根10毫米的管子，加热一段金属网，为了强制燃气混合，金属网不太显眼，就在炉头顶部。混合后的燃气从130个1.4毫米的小孔喷出，分4圈径向排列。讲了这么多原理，但还不能直接用这个露营炉，因为尺寸太大，设计的风扇麦壳底部有1/2英寸螺纹，刚好手头上有一根同规格的黄铜管，于是就打算用它做燃烧室。燃烧室目标压力保守，估计2巴。风扇上有36个1毫米直径的微型喷口，总面积等效于一个6毫米的孔。用一个3通接头，空气从一边进，丙烷从另一边进。因为燃烧需要的空气远多于丙烷，所以丙烷喷孔要更小。经过计算，喷孔直径应为0.6毫米，这刚好和 3D 打印机用的黄铜喷嘴尺寸一模一样。另外还发现一个现象，同样总结面积、同样压力和流量下，16个小孔比单个大孔的燃气减速快得多，所以小孔越多，效果越好。简化结构后，这是前面提到的1/2英寸黄铜管，这是一个1英寸堵头，现在把它改成喷射器。先用极细的0.5毫米钻头打很多小孔，然后用银铅焊把它焊在另一个1/2堵头上，再拧上一个1/8英寸接头，连接到之前提到的3通上。临时喷口用这个转接头，内径6毫米，和风扇一致，最后只差点火了。理想点火位置是燃气低速且混合均匀的地方，所以买了一个微型火花塞装在正中间。看来那些计算和仿真都没白费，光听声音就知道这个手搓的火箭喷射器成了。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，当调节空气和丙烷比例时，火箭会进入一个平衡状态，声音非常平顺，尾焰几乎看不见。不过没拍到马赫环，有点可惜了。我们平时看到的火焰是未燃尽颗粒发光，而这台火箭实现了完全燃烧，连固态碳都烧干净了。有一瞬间喷口烧得通红，假得像 P 上去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在火箭最大功率时关闭主阀门之后，可以直接再次启动。经过计算，
推力约2.7公斤力，对这么小的火箭来说相当不错。用一块钢板放在前面测试，结果整个三脚架都被推得动了。现在定制的零件也到货了，外观亮闪闪的还挺酷，不知道尺寸是否合适。你们看这配合精度，几乎没有框样，绝了！不如先用压缩空气测试一下，确保能正常转动，然后再上燃烧测试。风扇确实转得不错，不过因为摩擦力太大，取上了定制的黄铜纤维环，取而代之的是加工的铝支架，配上1000度里的石墨气滤芯，石墨简直是减少摩擦的神器，效果完美。这台风扇工作温度约350摄氏度，膨胀量接近0.3毫米，这足以让它卡在黄铜外壳里，为了避免金属受热膨胀。把风扇外径车小0.3毫米，受热膨胀后尺寸刚好，还要解决这些多余的热量，给它往燃烧室里喷水，水会吸收热量变成蒸汽，既能降温又能额外增加压力。买了一根铜管，弯成盘管，打孔喷水，一会儿这些铜管里会充满水，水的隔热效果就很好。现在这台轮圆驱动的蒸汽喷气发动机终于可以测试了。这个项目充满挑战，从中学到很多东西。如果你也有所收获，请点赞支持一下吧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